大家好，我是怡园。今天我的王国正式进入新的地图了，神机妙册。相信有很多玩家都还没有搞懂兵法册、兵法卡到底是怎么样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技能慢慢来看。那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每一个技能代表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由于技能描述有点长啊，所以你们可能要自己暂停查看。不过跟我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指挥大多数都是用来集结或者是驻防用的。每一个技能选择要根据你们当前的情况来选。比方说有些需要打很久才会提升比较高，就需要开很长的集结，你的集结不会被围爆的情况下才使用会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技能，就比方说这个，你用了这个技能之后，我方跟敌方都没有办法获得普通增益效果，就是要让双方都没有办法刷 buff。出奇制胜就比较适合围殴的部队，这个技能在野战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触发的时间有一点长，20秒最多触发一次。我认为实用性并不是很高，而且它脱离战斗之后不能清除冷却时间。有好几个技能都是不能清除冷却时间，比方说下一个也是一样，也是20秒最多触发一次，它会对对方造成额外伤害，伤害系数有100点。那我觉得这个效益并不是很高，我可以选别的。筋骨连天，如果你的队伍里面有威廉、有贞德、有图拉真，就很适合用这个技能。但是我点到下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副将装备，这里也可以使用，在这个剧本也可以用奇军密室，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很值得，因为你选了一个副将装备只能一个队伍用而已，它的效益并不是很高。像其他的可能你用了之后可以全部队伍都使用，那么也是一样的，它会给你选择你想要的兵种，提升数值也是跟兵无常势是一样的。这个东西要不要选就看你们有没有需求啊，比方说一些集结啊，他想要不同的搭配测试一下看会不会比较强，比方说有些人用什么查士丁尼搭配塔里克也是可以用这个东西。那么看完指挥之后我们看交战，那交战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全部都是野战，它有些是集结用的，而且有些技能呢是要配合另外一个技能一起用，像是第一个技能就要配合指挥的其中一个技能，摧毁建筑耐9度，这个也是集结用的。发起集结跟驻防的时候，每30秒提升 1% 的所有伤害，最多提升 10%， 但是这个30秒有一点太久了。那么这个技能呢，也是一样要配合指挥的技能才可以使用，而且它是绑定2个技能会比较麻烦一点。不过这2个技能都是野战用的，就看你们有没有需求需要用到。下一个技能跟刚刚前面的技能是一样，也是绑定那2个技能，但是这个是降低冷却时间，原本20秒变成10秒。所以你们搭配的时候最好是点指挥跟交战两边看会比较方便。然后这个技能呢也是一样要配合指挥，延长持续效果。下一个技能就要配合副将的装备了，有携带就会增加 5% 的伤害。破釜沉舟也是要配合指挥的技能，自己的兵力比较少，对方的兵力比较多就可以用这个技能了，可以减少重伤单位。下一个技能也是针对自己兵力比较少的时候，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 20%， 势如破竹是集结跟驻防使用的。那下一个技能就完全不一样，刚刚是有讲到拿到 buff， 这个是完全没有拿到 buff 的提升，攻击力提升 10%。 下一个技能就给所有的战神呢打死对方的部队之后有提升，适合爆发型的玩家。横扫千军造成技能伤害时，如果击中3支部队以上，攻击力提升 10%， 持续10秒，这个就比较适合有 AOE 的统帅，尤其是诸葛亮跟李成桂。这个技能就比较适合有比较多 buff 的队伍，会开启一个700的护盾，持续5秒，每10秒最多触发一次。那下一个技能就比较废了，提升速度没有什么用了。最后一个技能是提升你的加击数，本来你的加击数有1，它会直接帮你升到2，这个技能就要配合一些有加击数的技能。看完了交战之后，我们看后备。后备它不是全部都是采集跟支援而已，比方说这个技能要集结跟驻防的时候使用，下一个技能也是要配合集结的时候使用。这个技能就可以派2个部队在你的集结里面，可以让一些小号比较多的王国，你一开始先集一大堆的小号进去，后面去到战场才用大号补兵。但是这个技能要车头开才可以使用，如果你是自己开车头并没有开的话，你也是一样不能补到2队进去的。接下来的技能都是关于医疗的，提升容量，治疗消耗减少，减少自己重伤的部队，把重伤转为轻伤。下一个技能就比较适合围殴的玩家了，这个技能就跟水晶科技最后一个技能是差不多，但是它是专门针对集结跟驻防的，野战是不能使用的。等于说你用了这个技能之后就要牺牲野战了，不过大多数这个技能都是等后期才用啦，配合水晶科技。 OK， 这个是击杀跟重伤，敌方的单位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但是有上限，最多可以获得300万的资源而已，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用处。增加驻地任务，最后一个就是采集，可以额外获得水晶，最多可以获得100万的水晶。那么这里全部的技能都已经讲过了。再来就是兵法卡册，像我之前所说的，要根据编年史才可以解锁。
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每一样都可以选择一个，最后一个可以任意选择你想要的，要等到更后期才可以选择更多不同的技能。那么蓝色的通用是你可以选择全部技能，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它没有限制。所以严格来讲，蓝色的通用是最方便最好用的。等到后期它会直接给你2个，看你要选择哪一个技能。这个剧本的注定任务就拥有这个兵法点，我去看了其他任务也是一样给15点了，所以应该是固定给15点了。兵法点的使用方法，比方说我选择了一些技能，确定之后，如果我要更换的话，就需要200个兵法点，否则我就要等70个小时才可以再重置。但是使用兵法点也不是无限可以更改的，在规则里面有写到最多可以使用2次而已，所以你们选择技能真的是要想清楚之后才点，不要点了之后又要更改，除非是真的逼不得已需要更换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至于选择哪一个技能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还有根据你们自己队伍的需求，比方说有些人有带 buff， 有些人没有带 buff 的话，又要选择不同的技能了。最后地图的分布跟关卡的位置，这里我分别标记了驻地任务的位置还有温泉的位置，这样子看会比较混乱，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地图就会变成这样子。在关市的时候只是需要打一个阵营而已，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阵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剧本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你打关市的时候只是需要打一边而已，其他的剧本都是要打2边。那么只是关市打完之后就会进入关5，关卡5是不会受到关市影响的，只是你有拿关卡4的话就会多2个驻地任务，不管怎样都是可以进入关卡5，也是可以走到皇庭的。关卡5打完之后就要打小温泉，就是那个小小的圆圈，这个时候就要跟不同的敌人打了。比方说我在木阵营的话，我原本是跟水阵营打关卡4，但是到关卡6打温泉的时候我就要跟光阵营打。在温泉打完之后就要进入关卡器绿色的区域，但是你们仔细看关卡器的分布位置，明显对中间的阵营很不有利。土跟木阵营走一边都只有一个门口而已，你们可以看左手边这一个关卡器，右手边又有一个关卡器，但是其他的阵营全部都有2个门口。只能说中间的阵营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关卡器的位置比较靠近关卡9，就是说虽然他们只有一个门口，但是有比较大可能可以进入皇庭，但是如果顶不住的话这样就很大可能进不到了。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中间的阵营跟旁边的阵营合作，就可以确保自己是肯定可以进入皇庭的。但是大温泉就比较难搞了，因为在大温泉的位置是有3个阵营可以进入的，也就是说除非你是打胜利的王国，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泡温泉的。不过如果你的合作方式是中间阵营上下合作的话，也是很大可能可以进入皇庭。因为土跟木阵营是最靠近关卡9的，他们可以直接丢要塞在关卡9外面，然后关卡器那边就建旗子挡着对方，只要能顶得住就可以直接进入皇庭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个地图还算是比较有趣的，它比兵务尝试好一点，兵务尝试只能跟旁边的阵营合作而已。像这张地图，你跟上面合作有不同的玩法，你跟旁边合作又有不同的玩法。兵法卡册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虽然这一次我是白老鼠，不过我会以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这个地图到底好不好玩啦。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